这边的主题呢叫做策展型商业啊，这也可以说做不成就跑的这种商业。谁能注意到这个导向标识啊？怎么平着放呢？我看到这个有点乐了我，高度达不到1.1米，这块设计失误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魏洪涛，让我来说你能听得懂的设计。我的后面呢是上海年轻人很愿意来的 TX 淮海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呢是在它的对面，现在上海最火的一个商业项目海550，由雅戈尔集团投资，非常新的一个商业。这个外立面我还是蛮喜欢的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它是用玻璃加这种穿孔板做出了藤边的效果，把它包上去啊，而不是说把原有的外立面进行拆除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对工期造价都有比较好的一个考虑。这是旧改里边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操作的套路啊。但是呢，这块有一个点呢，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。穿孔板呢，可以把后面的墙全部包一下，否则它就看起来会很单薄。它的玻璃还可以做得再通透一点啊，它的杆件有点太多，我觉得太密了，太乱了。它的外立面的颜色选得挺巧妙的，为了从旁边的城市里边跳脱出来，它选了一个深灰色作为一个主色调，有很高的这种可辨识性，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到。1楼这块它把它整个做了一个打开，呈现一种非常欢迎的姿态，吸引人们进到里边去探索啊，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商业的向往感。我们看一下电招啊，这个电招上面有一长条很实的板，所以它让这个空间呢显得入口比较小，比较局促。那这边呢做的相对比较聪明，它把电招放到了侧面的这个金属网上，那上面这条就取消了，所以它的高度变得更高，让人感觉到空间更舒服。这个入口这块有个问题啊，它没有设置残疾人坡道，推轮椅的，比如说推小孩的车进去的话非常不方便。它这里边呢重要的一个主题叫环保主题。所以我们看到它地面有很多回收环保材料做成的砖啊，比如说它这块有个标识，它是写的是采集地在广州，建筑的红砖啊、混凝土啊，把它再重新的组装做成了一个人工的砖。这个墙面也是啊，可再生的建材，所以这种环保理念觉得挺好的。这边的主题呢叫做策展型商业啊，就是有很多快闪店来组成的。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说做不成就跑的这种商业？我发现这里只有往上的电梯啊，好像没有看到往下的电梯。前面跟那边店员聊了一下，他们不叫快闪，他们叫慢闪，所以这边呢大概是以6个月为一个周期啊，他们的店会进行更换，所以他们装修用的材料呢都是便于拆卸的，物美价廉的啊，用蜂窝纸板做的，我看它能不能扛得住我的重量。没错，它这个纸箱子我估计也就十来块钱吧，我估计。这块设计失误了，本来这个东西要把它做高一点，但是现在这个高度达不到1.1米，所以人可能有掉下去的风险。加了一个这种比较 low 的发亮的不锈钢，跟下面的哑光又不协调。导向标识的材料我也比较喜欢啊，之前在有一期小蓝屏里边我问过大家啊，海洋板木质的，很环保、很自然生态的一种材料。不是刚才坐那个扶梯上到2楼，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往上走。这边是电梯，扶梯怎么走？原来扶梯在这儿呢，这么隐蔽的一个扶梯。它原来的图纸啊，左右两侧啊有2个扶梯，一个上一个下。但是我可能有一个更好的建议啊，把扶梯放到后面，上下扶梯放到一块儿，方便大家上下啊，明确它的交通的主动线在哪里。另外一个可以把前场的空间打开，留给商铺，这样是更理性的一种做法。谁能注意到这个导向标识啊？怎么平着放呢？我的脖子要被折弯了。我看到这个有点乐了我。这里还有点那种策展商业的感觉，很通透啊。刚才下面那一层，我感觉有点像那种传统的百货商场。看它的桌子、墙面用的是亮光的，然后凳子也是白色的。就这个防火卷帘，它应该往上走呀。为什么露出这种蓝色的布啊？这绝对接受不了的。这块空间会舒服一点，因为它越往上面走的话，它的层高可能比较低，所以在这儿挖了一个小中庭。它这块有个巨大的一个风机的管井，所以这个管井呢又走到梁下面，所以它又吃掉很多空间的高度，所以在这块把它填上做商铺是不太可能的啊，所以必须把它挖一个中庭。我们现在在它的顶楼7楼，但是我发现它这边的交通动线呢可能有点问题，所有人都在找往下走的扶梯，但是其实是没有，它这边只有一个垂直的电梯啊，但是这个电梯呢运力是有限的，所以在人多的时候，这个电梯呢要等待很长时间啊，很多人就被迫去走那个消防楼梯了，体验感还是差一些。原来啊，90年代初它是淮海电影院，那后来呢又开了芭比娃娃的旗舰店，然后在2011年以后啊，这个项目就一直是空置的状态，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它每开一个项目时间呢可能持续的不是很长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海550啊能不能给它注入新的生命？